宇文徐州，出来！宇文徐州，快点儿！是爹。 小宝，我的儿啊！娘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是我派人接他们来的。 没想到你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是不是啊，小宝？别怕，谢四太子，你们先好好聚聚，回头我再找你。 爹，小宝，娘，吃点菜。小宝，小宝哥，多吃点啊。来，爹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等不打仗了，我们就回去。嗯，那什么时候不打仗啊？ 总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你真的投靠了金人啊？娘，您怎么这么说呢？来，小宝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好。外面有好多马，你要不要骑马呀？ 要。那好，去吧。当心点儿，小宝。哎。娘，金人险恶，不小儿连累了你们，但是你相信儿子，孩儿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。你们忍耐一下。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。那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还有什么事情，比娘，比你的亲生骨肉还重要？两方交战。 自古以来，只有在马上打天下的，从来没有在马上可以治理天下的。金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，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能力治理我们的国家，因为他们落后、野蛮，所以他们就要学习我们宋人的文化。只要他们学习我们的文化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学生。 那天下的统一便会指日可待，但最终绝不是靠金戈铁马、涂炭生灵。
生机勃勃。乌珠，好。只要铁浮屠练成，大金勇士必将所向披靡。那多久才能练成呢？不出1年吧。皇上，如今宋廷要求和议，而我军铁浮屠还有1年之后才能出兵，这……书王有什么就说吧。战呢，则军心不稳，人心不齐，所以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可以用和议先麻痹宋人，给我们一段时间做下一步打算。和议之事不可儿戏，无论是和是战，铁浮屠还是要早日练成，这样和战的主动权才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这好了好了，金乌珠，让我看看铁浮屠的威力。是。出发！什么收复中原、赢回2胜啊？皇上以前可能还有这个心，经过淮西这一闹啊，他肯定是断了这个念头了。大哥，那你再上一奏，咱岳家军单军北伐，我就不信拿不回中原。岳家军单兵北伐有难度吧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怕就怕以后皇上变成惊弓之鸟，从此以后对北伐之事只字不提。是啊，大哥，你若是不顺着皇上这个心思，恐怕会失去皇上的恩宠，反而被朝廷那些小人所利用啊。个人荣辱，何须放在心上？你们不必顾虑这些。眼下最棘手的是，如何让皇上再下北伐之心？皇上没有处罚张俊，反而升了他的官，这就说明问题了。皇上根本就不想北伐呀！不是皇上不想，而是皇上怕我们这些武将在北伐的过程当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哎，这壮大有什么可怕的？这军队壮大了可以保卫社稷，保护老百姓嘛。再说了，俺老牛有啥可怕的呀？他要是怕俺对他不忠的话呀，
那就把俺最值钱的东西都押到他那儿去。不是你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你最值钱的就一个贵娘，你舍得押吗？不，那是，那贵娘那是俺媳妇儿，押不得，我舍不得。押得。啊，这倒是一个主意。咱们大将出征在外，如果把家眷押给朝廷，皇上就会信任咱们。为了北伐大计，说不定就得委屈一下咱们的家人了。我给皇上写份奏折。爹，刚才探子来报，有一队大京使者入境，正向临安而去。真的？啊！这娃儿的，这皇上他是又想议和了。大今皇上圣恩，愿将河南、陕西之地无偿归还，还有你们老皇上的棺椁，一并奉还。当然了，宋廷每年需向大金纳贡白银25万两，绢丝25万匹。这哪里是议和？哼，分明是抢夺！大宋久战方息，民生凋敝，百业困顿。今非昔比啊！所纳之数，那可是宋人的脑袋和性命啊！哼！大人说的这些，我可就管不了了。我们是奉大金皇帝的命令，前来江南诏谕的，而且大宋必须废除年号，对大金俯首称臣。这不可能！从此以后，大宋的皇上必须跪拜接旨。这更不可能！这样的议和，丧权辱国，恕不能接受。皇上今日龙体欠安，不上早朝，退朝。这次啊，晋人主动跟咱们议和，居然还割地给咱们，条件很不错呀。是啊，当年每年要给辽河西夏55万两所以呢，现在区25万两，算得了什么呀？是啊，25万两还个天下太平，这笔买卖啊划算。可是他们提出来要皇上下跪接旨，这个不好办吧？皇上，你怎么了？还在为议和的事烦忧？皇上为此事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这样下去，可不是办法呀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妾带皇上出宫走走，皇上觉得怎么样？是啊，娘娘说的对，皇上整日忧心忡忡，老奴担心皇上积郁成疾，不如出去走走看看，多大的烦心事儿，没准儿就都豁然开朗了。好吧，朕就听爱妃的话，赶紧去准备。是。爱妃啊，你可知道，朕第一次看见你，就是在一个像这样的地方。10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当年王渊、康吕2个人，竟然背着朕胡作非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万幸，他们2个人终究算是恶有恶报。但是这件事情至今仍让朕心有余悸。
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臣妾已经忘记了。你不会还恨朕吧？恨过，可是恨一个人太累了。好，怎么下雨了？来来来，朕带你找个地方避一避。来。下去看看，出了什么事？是。皇上，听口音应该是从北方逃过来的。连年征战，那儿的百姓好多都躲到南方来谋营生了。真可怜，有家归不得，有田种不得。当年的汴京，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，繁华之极。如今啊，朕唯一的心愿，就是保全江南之地，再现汴京之盛景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次议和能够成功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臣妾相信，皇上一定能够做到的。这次议和事关江山社稷，可是，在朝中这么多的大臣，朕居然是无人可问。唯有秦桧脑子还算聪明，却屡次三番托柄不见，让朕如何是好啊？十几年前，臣妾从父亲手中接过豆腐摊子，生意惨淡。一天，有家酒楼让我们供应豆腐，我们都很高兴。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黄豆贩子说要涨价，没有办法。既然答应了酒楼，我们只好先高价买下黄豆。虽然这笔生意我们赔了本，但这个缓兵之计却让那家酒楼非常相信我们。之后，他们让我们常年供应豆腐，我们的生意也因此渐渐有了起色。爱妃这个豆腐精，还确实有点道理。皇上取笑了。姚公公，皇上，秦桧他现居何处啊？在城南，离这儿不远。皇上，就在这儿了。哎，秦大人，皇上来了还不出来见驾呀？秦大人，秦大人，皇上，秦大人他死了。死了？
前2天他吐血吐得好厉害的，他死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不知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皇上恕罪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官人，朕没想到，快起来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微臣给皇上请安。秦桧有事远迎。官人，平身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没想到，你堂堂相国，居然沦落到如此下场。唉，这也怪朕，让你受苦了。微臣惭愧，让皇上挂念了。哦，朕给你带了一些名贵的草药，保证会药到病除。秦爱卿乃是朝廷的栋梁之才。要赶紧好起来啊！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哎，快坐。皇上也坐。哦。请。宋今又在商谈议和之事，朕此次前来。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微臣以为，和则双赢，战则双败。此话怎讲？皇上，真宗皇帝的时候啊，大宋跟当年的大辽立下了澶渊之盟，将当时2个县1年的总收入赐予大辽，换来天下太平。而如今花些许银两，就能收回河南、陕西之地啊！皇上胸怀亲政爱民之心，微臣以为不出2年的功夫，肯定就能赚回这点银券。这些道理朕都懂，然而今人刁难，不但要向他们称臣纳贡，还让朕下跪接旨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是啊，微臣听说，近人他们态度非常强硬，毫无回旋余地。若不答应，恐怕这议和难成。倘若如此，我大宋颜面何存？必须要想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才行。皇上所言极是。皇上，其实皇上可以以热孝在身为由，不问朝政。既然不问朝政，便无需接待金使。那么，不接待金使，也就不用下跪了。好啊，
算是没有白来。不过，你说坚忍他们愿意吗？皇上，秦桧愿前去与金人交涉此事。齐相国，你在这里受委屈了，明日就回相国府吧。秦桧，叩谢皇上。谢皇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秦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，秦大人！恭喜大人！恭喜恭喜！大哥，不好了，皇上决定议和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重新启用秦桧，罢了赵定大人。现在秦桧是官复相位，搬回了相国府。没想到皇上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。从皇上对淮西军事件的反复，便能猜出几分了。奸臣当道，奸臣当道啊！真不知道这个皇上是怎么想的。明知道秦桧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可他为什么还要重用他呢？皇上困了，瞌睡的时候碰到秦桧这个枕头，不枕他还能枕谁？大哥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魏笔墨，我要上奏皇上。大哥，秦桧长袖善舞，和他做口舌之争，恐怕这时候我要是不说话，便没有人说话了。不能让奸臣蒙蔽了皇上的眼睛。合议之事，万不可行。向金人跪拜，有失尊严。所谓
君忧臣辱，君辱臣死，请皇上三思。只要能让百姓免受刀兵之苦，朕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，又有何妨啊？现有淮河、长江两道天险，阻拦女真铁蹄。若收回河南、陕西两地，必要派兵驻扎。如此，则中原平坦无险可守，江淮之险形同虚设。金人提出归还两地，实则包藏祸心，想把我军主力从江淮一线引诱至中原一带，以一举歼灭。北虏自靖康以来，以和以我者10余年矣。无误其间，受祸至此。今复无事庆贺，此必有昼夜之虞。士大夫但为深谋。之前，朕在明州时，朕即使百败，亦无人问津。如今，朕与金人合议将成，爱卿就不必多虑了。金人不可信，和好不可视。相臣谋国不臧，恐待后世讥。皇上见之。爱卿忠心可嘉，秦相国之事，乃一时误会，并非爱卿所想。爱卿不必操心此事。我们大将做事不力，才让皇上受此委屈。望陛下明诏天下，令臣解罢兵务，退出临泉，以歌咏陛下圣德。为太平之散民，臣无胜幸甚。放肆！竟敢用罢官来威胁朕！你越是想罢官，朕越是不让你罢，不允！
秦大人，你好雅兴啊，约我在这儿见面。二太子，秦大人，多年不见，你现在是位高权重，我连你的门都登不了了。啊，哪里，秦某能有今天，全靠二太子的提携。要不是当年你把我一家从五国城中救出来，我早就变成了异乡孤魂了。您的大恩大德，秦某永记在心。好吧，我们就在这儿叙叙旧。是。二太子啊，今天约二太子见面，就是想和你商议一下。如今宋金合议迟迟未成，难点不在于这些，而是称臣跪拜。皇上为此深感头疼啊，还请二太子能够通融一下。唉，这些条款都是皇上和老四拟定的，要让他们改变主意，难呢。二太子啊，你得帮帮我呀！皇上就是冲着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才让我重登相位的。如果我办不成此事，我就还是一介草民。想报答二太子的恩情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呀。你有什么主意就直说。如果称臣不可避免，那跪拜一事可否通融一下？如果去掉这一款，那大金何必与你们议和？白白送你们河南、陕西之地，这种赔本买卖，划不来，划不来啊！二太子，若是跪拜不可避免，可否由他人代为行礼？这个与理不合吧？我若是贸然答应你，回去皇上要是责怪下来，那我可如何是好啊？只要秦某能在朝中站稳脚跟，到时候你我一南一北，遥相呼应。二太子，您还愁得不到大金皇帝的重用吗？咱们来日方长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那替贵之人，你可有人选？正是区区宰相。秦桧啊，秦桧，你可真是机关算尽。你这出戏，皇上看了感激你，百官看了敬畏你，你可真是一举多得呀。岳飞看了，他恨不得把我杀了。听说他现在不是正在跟你们皇上闹脾气吗？他现在动得了你？他还是小心自己的脑袋吧。说实话，提起岳飞，大家都以为我恨他，其实他们都错了。没有岳飞，就没有大金与大宋的合议，没有合议，我就回不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没有今日我与二太子的相会。所以啊，我不恨岳飞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他。告诉你们啊，这个锅子可是我们这儿的招牌啊！来，打开尝尝。哎，娘子，你让刘半仙儿他们弄，你坐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在这儿商议要事，还是不要有他们几个兔崽子的好。这弟妹啊，是上得厅堂，下得灶房，贤弟，真是好福气啊！你们先聊着，我炉子上还煮着羊肉汤呢。好。哎。
梁小哥，你说笑了，这就叫只羡鸳鸯不羡仙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找个好姑娘啊？我没有兄弟这么好福气啊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朝廷危难，儿女私情当往后放。也对，你是有出息的人，不像我，除了躲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开个小酒肆之外，什么也不会。哎，兄弟，这是哪里的话？还不多亏了你是酒馆，要不然这素素也不会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。我这怎么叫麻烦啊？我有手有脚，我每天都干活，我怎么叫麻烦啊？嘿，哎，这呀还多亏了素素姑娘不嫌弃，帮了我好多忙呢。你看，说到帮忙，现在要是能帮上岳大哥的忙，那就好了。倒是当今皇上，怎么就答应金人这所谓和议了呢？狗屁合议，又赔钱又割地，这算什么合议啊？还要让我们低头哈腰的，这简直就是通敌！不错，这就是通敌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替岳大哥气不过。像岳大哥这样的人，天天刀山上走，油锅里滚，没想到最后皇上一句议和，就把岳大哥这些年的功绩全部拱手送人。若有机会，我真想把这些金贼活活剐了。梁小哥，你前面那句话说的是什么？我说若是有机会，我要把这些金贼活剐了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说得好，我今天呢，也给你交个心，说句心里话。虽说我张用躲在这里是清闲了，但是素素姑娘知道我心里老觉得对不起大哥。只要一听到大哥在外面打了胜仗，我这个心里面就痒啊。今天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也放大胆子说句话，我们与其躲在酒肆里面怨天尤人的话，不如拿起刀剑，在议和当日把金贼来个一网打尽。对，一网打尽。我跟你去。干杯！来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来，我也去。干嘛？难道你后悔了？喂，不是吧，梁小哥，你刚才的豪情呢？我良心虽不如岳大哥那么豪气盖世，但我也知道，社稷危难，匹夫有责。如今岳大哥守孝在庐山，也正该是我们忠义社大展身手的时候。
我现在就带你去看大夫，走。不行，苏苏，外面全是人，不能出去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。苏苏姑娘，我已经让人去请大夫了。可是他现在伤成这样，我撑不住。谁？大哥，大夫请来了。是我，大夫来了。大夫，你快进来看看，你快救救他呀！哎呀，他失血过多，估计一时半刻没那么快就能好。我呢，给他开了一个方子。这是银子，您拿好。哎，岳家军和忠义社都是替老百姓保家抗金的，这药呢，是老百姓送的啊。告辞。我送你。我在这儿呢，小梁哥，小梁哥，我在这儿。快，二位，你抓住他们！这次你给我错杀一百，也不能放走一个。弟兄们，给我看仔细了，只要长得像忠义社的人，统统带走，一个不能放过。仔细查，谁要是敢私藏忠义社的人，就是诛九族，听到了没有？小兰哥，你醒了？哎，别乱动，你的伤才刚好一点。好多了，只是偶尔会痛，还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来，把药喝了。还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感染风寒，我爹让你喝药，你怎么都不肯。最后啊，还是你喝一口，逼着我喝一口。你说两个人一起吃药，这样药的苦味儿就会一人一半，喝起来就不会那么苦了。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了。从那以后，每次我喝药的时候，我都想找个人陪我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不怕你笑话。小的时候，我最怕的事就是喝药。那你怎么还……小亮哥，我明白你的
的心思，但是你还想着岳飞？我也想忘了他，但是忘记一个人真的很难。可你们是没有结果的。我知道，你别再说了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行走，希望可以保你平安。秦爱卿啊，这次议和让你受惊了。谢皇上挂念，所幸有惊无险。好了，你这一拜，退金山岛玉柱，大宋可以安定了。这是皇上的恩德，也是百姓的福气。秦爱卿，平常养马吗？啊，微臣旧时曾经养得一匹好马，可惜它死了。现今所养的几匹都不行，只能做拉车之用，奔驰100余里就疲乏不堪了。那是因为你不懂得选择好马所致。当初易于成骑的马，必是驽马。此种马，既无耐力，又易乏之。而救完之初不可治愈的，那才是一群之马。此马必待奔驰100余里之后，其力气才能发挥得出来。皇上文武双全，这种道理，臣一介寒儒是万万无法安息的。只是，臣拜见皇上。免礼。朕派你去召岳飞回军，进展如何？臣把圣意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岳帅，可是他就是不肯回军，坚持要在庐山为母持完鱼服。什么？朕对岳飞如此之宽厚，他居功自傲，竟然至此。皇上，这是岳飞对于和议所上的贺表。念。臣欲明时，获观盛世，身为大将，无功受禄，口诵诏书，面有参于军旅，尚作聪明而过虑，徒怀犹豫以质疑，为无事而请和者谋。恐卑辞而易弊者尽。臣愿定谋于全胜，其收地于两河，唾手烟云，终于复仇而报国。世新天地，当令今人称藩。臣无任瞻天望圣，积切平营之志，仅奉表称贺一文。
士大夫但为深谋。先前在明州流离海上之时，朕即使百败，也无人理会朕。如今，朕为百姓免受刀兵之苦，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，倒换来这样的讥讽啊！皇上，臣以为这是岳飞故意在取悦百姓，拉拢民心呐。他不仅居功自傲之极，更是骄横跋扈、大逆不道。岳飞处心积虑、一门心思的，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。此次请辞不归，真实的意图就是要挟陛下。皇上，可见当时力求和军就是图谋不轨。皇上，请看这个。这幅画像是投诚之河东义士所献。他之前被岳少保俘虏后又被放了。那些被放走的乱匪，无一不在自己的家中挂上岳飞的画像，以示尊崇。皇上，这个岳飞抗旨不遵在前，滥用仁德在后，此等行径，他是在贪功求大，要取民悦啊！江爱卿，你的意思呢？臣不知其中可有隐情，所以不好妄加揣测。只是回到刚刚皇上论马之事，皇上说，烈马才是一群之马，可微臣有一疑虑：若此马过烈，不听使唤，反刍人主，又该当如何？现在就去找，张榜招贴，用尽所有办法给我找回来。是，还不快去找！是。官人，你刚刚复相不久，是不是要慎重点？妇人之仁，这个时候就应该故作声势，威慑众人，铲除那些反对我的人。老爷、夫人，扬州知州莫奇谢也找到了一只白猫。莫奇谢，他人呢？啊，现在在门外等候，但他不知道找到的是不是夫人的那只，所以不敢贸然拜访。把猫带进来。是。嘿嘿，夫人，您快看呐！哟，哎呦！
回来了。就是这只。哟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想死你了。哎，去把莫奇蟹带进来。是。下官莫奇妾见过秦大人。嗯，这猫是你找到的？啊，正是。在下听说秦大人在满城找猫，正巧让在下碰上了，这不就给秦大人送过来了。你是哪里人？哦，在下是扬州知州莫奇蟹，来临安述职。好，看座。谢大人。你做扬州知州多久了？回大人，3年有余。3年，3年时日不短了。那有没有想过进京任职啊？实不相瞒，在下是日思夜想啊。只因是朝中无人，一片忠心无人知啊。有什么忠心说来听听。啊，这雨后临安是万物更新呐，本极为美妙。然而，大人却为朝纲大计呕心沥血啊，却有一些不识好歹、不知进退的东西，给大人您添堵，给大人掣肘啊。大人，您说作为朝廷的一个忠臣，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个绊脚石给他崩开啊？那这些绊脚石都是什么人啊？为首的就是那个赵鼎啊。赵鼎，赵大人已经被罢官了，那么多年来他忠心耿耿，何来绊脚石之说？秦大人，这赵鼎可为相多年啊，他可是一个主战派领袖。虽说他现在已经被罢官了，但是在朝野上下，他还是威望很高的。一旦宋金关系有变，他一定是第一个对您不利呀。对您不利，就是对朝廷不利；对江山社稷不利，就是对皇上不利呀。大人，下官一片苦心，还望大人您晓啊。你呀，倒是个很会说话的人。其实，赵大人怎么对我，秦某不去理会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，他对江山社稷、对皇上不利的话，那就是大事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即是，即是啊。不过，皇上已经把他给罢官了，那现在该怎么做才是？对这种人就应该投井落石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。眼下，皇上正在为议和的事情所带来的种种非议头疼的不得了啊！现在不弹劾他，那就更待何时啊？我哪里知道何时？你的一片忠心该向皇上说才是。你跟我说，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吗？即是，即是。那下官就告退了。官人，官人，怎么了？看猫嘴里发现个夜明珠。
这少说也得值10万两呢。看来此人可用。外面究竟发生何事？众人如此喧哗。这到底是何人之事？启禀皇上，这些人是受了前相国赵鼎的指使。赵鼎，该不会是他吧？皇上，赵鼎自从还乡以来，他不念皇上的旧恩，常常聚集朝廷重臣于家中非议朝政，蛊惑人心，而且他还鼓动朝臣们反对议和。皇上，更有甚者，他将皇上的大义大勇之举说成是苟且偷安。皇上，今天这些人敢在这里闹事，不是他的教唆和指使，他们敢吗？哎，口说无凭，你的确握有真凭实据吗？有。皇上，您看。这儿有赵鼎所填的一阙点绛唇。皇上，历来只有悲秋之词，可是赵大人却写了这个春愁。香冷金炉，梦回鸳帐余香嫩，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。虽说是金炉香冷，可是他指的是宋金何意让其心冷啊？他夜夜怀恨难眠，一枕江南恨，用意何在呀？更有甚者，他把当今的太平盛世说成是清宁尽，东风紧。皇上，他这是在诅咒我大宋啊！皇上，莫其大人所言，我等大臣是众所皆知，请皇上明鉴。这赵鼎，朕当初念他辅政有功，想让他颐养天年，没想到他会做出如此之事。此等罪行，如同叛国，朕已是忍无可忍了。皇上。